连续掰开了108颗虫卵之后，人类终于找到了外星人躲藏的巢穴。只见女人拿起一把小刀，划开虫卵坚硬的外壳，对着里面轻轻吹了一口气。被惊动的小外星人缓缓睁开眼睛，见此，女人伸出手指威胁起了对方。小外星人无奈之下，只能拖动疲惫不堪的身躯站起身来，开始执行一系列复杂而又漫长的操作。待到一切完成之后，小人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衰老，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为代价，为人类生产出了一枚蓝色果实。来不及犹豫，女人乘坐小船来到一处湖中央，随即她将一滴神秘液体滴到了那枚蓝色果实上。紧接着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果实开始急速膨胀，眼看时机成熟，女人握紧匕首，开始等待山崖上的同伴发出信号。只见男人一把掀开身旁的石板，伸手抓起一只虫子，双手用力拧下它的脑袋，将其当做了望远镜使用。透过镜片，他看到船底有道巨大的黑影一闪过。男人赶忙捏死一只毛毛虫，用他的惨叫声给同伴发出信号。收到指令后的女人立刻用匕首将果实切开，然后在里面撒入一把种子。紧接着，他用绳子将果实扎紧，随后迅速扔进了湖水中。下一秒，果实散发出的香味瞬间便吸引了无数的飞虫。在看到女人狩猎成功后，男人急忙抓起一只蜻蜓塞进背包，然后利用它制作出了一个简易飞行器，缓缓滑翔至河对岸，与刚刚的女人汇合在了一起。在落地的瞬间，他还顺势挡住了一群想要觅食的生物。趁此间隙，女人迅速来到巨物的身边，拿起小刀划开了一道口子，随即便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。没想到这里面别有洞天，与地球上的动物截然不同。这里的生物腹腔内竟布满了大量的高科技器官。在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之后，巨物的屁股吐出了一滩蓝色液体，女人这才从巨物的肚子里退出，仔细地将伤口重新缝好。接着两人拿出工具将液体装走了一部分，随后找到一只形似亚古兽的生物，并将蓝色液体喂给了它。亚古兽在吞下液体后，仿佛像是被注射了兴奋剂一样，开始在荒原上发疯似的奔跑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它的眼球骤然爆裂，随即一命呜呼死在了地上。可奇怪的是，尸体的腹部迅速膨大，最终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。这巨大的爆炸声引来了一只体型庞大的飞瑶，它从空中伸出长长的舌头，一口就把亚古兽的尸体吞进了肚子。两人见状立马追了上去，在经历了长达2个半小时的追逐后，空中的飞瑶终于吐出了一坨蓝色的排泄物。男人毫不犹豫地飞扑过去，将整个脑袋埋入了排泄物中。见状，女人也屏住呼吸一头扎了进去。刹那间，无数神经网络连接到两人的大脑。当女人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她竟然身处于地球的城市之中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过往的行人步履匆匆。这原本再平常不过的一切，此刻却令女人感觉到无比的温暖和亲情。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臂，想要拥抱这个久违的世界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位着急赶去上班的牛马径直撞碎了她的身体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是总结解析。看完这一集，我最深的感受是既荒诞又好奇。与其说它是外星冒险，不如说它是现代人在极度精神内耗下催生的白日噩梦。往外星逃是血腥的求生，往地球逃是麻木的存活。而当你终于鼓起勇气拥抱那个平凡的生活时，构成这生活的牛马却在1秒钟内将你碾碎，冷漠地告诉观众，连平凡都不属于你，你只配在那排泄物般的神经网络里，做那1秒转瞬即逝的幻梦。